可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杨先生51岁，来自吉林，无业；韩女士53岁，来自吉林，退休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请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他很善良，并且擅长持家，孝敬老人。他总是在骗我，然后总是对我冷战，现在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，他变了一个人。请给这段婚姻打个分。也就30分吧，因为我舍不得我们20多年的感情。他以前曾经对我特别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心细，但是现在一次一次的骗我，我现在很伤心，很失望，对他失去信心了。70分，其余那30分也是因为我的过错导致的。如果没有我的过错，我相信我的家庭会达到98分。我的过错我认，我老婆是一个十全九美的女人，我希望导师们能帮我挽回这个家庭。哎呦，这先生真会说哈，感觉都不用是上这个节目了已经。啊，这真会说，这真会说，怎么还说到我们这儿来了呢？是我主动要来的，因为今天我就想请求各位老师帮助我挽回这个家庭，我不想失去他。啊，这太太不想跟你过了是吧？对，你这到底骗成啥样了？骗的这妻子20多年的婚姻都不想要啊！我们俩一路走来，也经过我们俩共同的努力，生活我觉得还过得还算不错，先后买了车买了房，最多的时候我们名下拥有3套房产。大约在5、6年前，因为我的一个过错，导致的现在这个家要散了。什么过错啊？就是有一天我给他洗衣服，在他的兜里头发现好多的彩票，好多是多少？上千以上，一次买上千啊！对。我之前我跟我爱人我俩一次也就买个10块20块。以前我们也买，但是10块20块的不影响正常生活。这次我发现这么多，我特别的吃惊，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。我头天晚上做了个梦，就是这组号啊，可能有中奖的概率，我就多买了一些。我问一下，您这样的感觉是只有这么唯一一次，还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？有过几次。你这几次中了没有？没中。有一次我没有感觉的时候，我中了一次。首先，这个事儿不是靠感觉不感觉，我们买彩票是支持国家这福彩事业，对呀，对吧？如果能自己有一点小盈利，也是开心的；不能的话，就当是支持了福利事业了。刚才说您中了一次，中了多少？2万左右吧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中那2万呢？你说多少？几十万。几十万买彩票，这是自己的私房钱，还是说借钱了？你听我说呀，老师啊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朋友聚会，我们在一起聚吃饭，同学的老婆就跟我说：“啊，杨哥在我们拿这个钱不着急还，那个嫂子，你别那啥。”他是有意无意的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回家了之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你怎么又管他借钱了呀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没有借钱。”他不承认借钱。当时我没承认，当时我说：“你别听他媳妇胡说，他有可能是把钱花不到正地方，对不上账了。”当时他说完之后，我就要给他打电话，我求证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不让我打，他说那样的话，人家2口子不得闹别扭吗？哎呀，你要有你这老妹儿这么细的心，你家就发生不了这事。因为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被他糊弄过去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一直吧都非常依赖他，非常相信他。您今天坦荡的说一下，当时借了多少债？老实说，一共借了大约得有40万左右。不，你借了40万，还有你自己的钱，你前后得花了好几十万。具体到底花多少钱，我现在都不知道。我之前说实话，我们俩没有多少积蓄。我的理财观念就是啥呢？有点积蓄我就买房。我们俩置了3套房产，那2套一直在出租状态。有一天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就说：“杨哥，你那钱月底能不能给我？”对呀，我听到了。朋友跟他说：“我月底那个需要用钱，把那个钱还给我啊！”我都听到了，他还在那不承认。他说：“没有，你听错了。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家那个房子不有一个出租嘛？快到时间了，我就跟那个房户打电话，我说的该交来年的那个房租了。然后租户告诉我：“你家房子不是卖了吗？”3套房子卖了几套呀？卖了1套大的，因为当时那种状况，确实我撑不下去了，欠的太多了。你撑不下去，你欠的太多，你得告诉人家一声。一次一次的骗我，一次一次的来。3套房子卖了几套啊？现在还剩1套，我们自己住的，再卖就没地方住了。就卖了2套还债。第2套房产和车子卖的时候，他知道的，是我俩商量的结果。
我问他你还有没有那个机会，外边还有没有债，他就跟我坦白了，外面还有债。那阵就不多了，那好像也就10来万块钱。那是干嘛欠的债呀？也是打彩票，也是打彩票，不够哈。对，因为我上次卖那一套房子就是没够还的。不是，那你们这干活赚钱呀？后来我们生意也不怎么好了。你们做什么生意的？以前是房产中介，然后剩下的钱放在手里头。他说的咱们上三亚，到那边去养养身体，然后他找个地方打工。你们原来是在东北是吧？对。然后去三亚。哎，对。你们俩50多岁，没有提孩子啊？我们没有孩子，因为没有孩子的牵绊，所以抬脚就去三亚了。对，也好事儿嘛，换个环境。对，他说让我养养身体啊，然后他到那边找个工作。找着了吗？别提了，到那块之后，他天天游山玩水，上各种景区。那是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，你到那你不去溜达溜达？但是你跟我来说，你是来找工作呀？你去景区也好，你去那个市场也好，你去商场也好，你不都在找机遇吗？行，溜达溜达，游山逛水也可以，有个时间，你逛个1周、2周、3周、5周的，也该开始干活了吧？突然有一天回来告诉我，他兑了一个饺子馆，没跟你去一起考察，一点商量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。当时我看那饺子馆的时候吧，他家就急兑，我要不兑的话，他可能要兑给别人了。哎呀，可真幼稚！然后就兑下来了，兑下来，把你们手里那点积蓄又投进去了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不够。我说咱们的钱也不够啊，你怎么说兑店就兑店，也不跟我商量呢？自己的钱都不够，又借钱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又问我父母又借了，在我公公婆婆那儿借了养老钱。因为我说实话，这些年我很少给人打工。他就是不想打工，想做老板。你们投资这个店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大概一共花了18、19万。最后结果怎么样？赚钱了吗？2年经营下来，又亏了不少。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况下不能在这儿了，我说把店兑出去吧，我要回家了。然后这次他听我的了，兑了几万块钱，然后他就订机票了。订了机票，他订的是上海的机票，不是回家的机票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要订上海的机票？他说咱俩出来一趟不容易，上上海去看一下，都说上海很好，上那儿去转一转。我也没办法呀，他已经买完了。然后我就跟他去，我说好吧，只要往家的方向走就可以了。下了飞机了之后，我们俩打车，司机给我们送到一个2手车交易市场。我问他上这儿来干嘛？他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订了一台车。很多有直播间卖车的，然后我就相中一台车，直播的那个主播也讲，有很多东北的车商都在这拿车回东北卖，挣个差价。因为上海的车况比较好，东北车况不好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车就开到家就能赚钱，至少能赚1、2万块钱。所以说我也没跟他商量。完了我就说，我说你确定能赚钱吗？他说我确定，钱也不用你管，不够的钱我来张了。然后他给我那个大姑姐打电话，然后我大姑姐他们那个钱在理财，暂时拿不出来，又借钱是吧？对，因为提车钱不够嘛，那车10万块钱。后来他就跟我，他说那个让我跟我姐姐那个借钱，借完之后咱回去就把车卖了就给他了，也用不了几天。后来我也没办法，我就管我姐姐借了钱，我们开车回去了。回去到家了之后，不卖车，天天出去开车玩吃。我到几个2手车交易市场吧，他们给的价格不是很理想，在我预判当中，这车至少要赚1万块钱，然后他们都给不上那个价格，只能给个让我能赚个2000、3000的，我就有点舍不得。行了，卖没卖吧？没有，到现在也没卖呢。到现在都没卖？到现在都没有卖呢，成了自己的座驾了。对呀，然后他天天开车出去跟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，然后就说我在三亚挣钱了。我的虚荣心可能也是强一点，那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换车了。”我就没好意思说这车是要卖的，那我就咱不解释了行不？我们都知道了，虚荣心爱面子，到处借钱不务正业。后来他又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跟那个亲戚朋友说他要开个烤肉店，那个位置已经选好了，就是看看亲戚朋友谁有意向可以那个入股，就是大伙儿一起挣钱。他说因为我开烤肉以前曾经开过嘛，说就是我有经验一定行。然后亲戚朋友也挺相信他的，集了20多万。哟，可以啊。这个吧，这个是我初衷的想法是啥呢？我回来我做一家烤肉店，因为我本身我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也做不起来。如果大家众筹的话呢，是不是这个我的理想就可能能实现？你的店看好了吗？位置选好了吗？当时看好了，当时我也领他去看了，然后我领那几个朋友也去看了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行，我说行的话我就跟房东把这协议签了。然后我跟他签协议那天，你不也去了吗？签协议那天吧，这房东
有点不讲究，他就地起价了，所以说这房子也没住成。那现在这店和钱呢？店开了吗？钱在我这店没开成。朋友入股的20多万还了吗？没有，在我这儿没有。我说把还拿钱，着人家的钱啊我怕他把钱花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别花人家那个钱，把那个钱放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保管。现在的钱在你这里吧？没有，在我这儿他一直没给我。还在吗？那他又花了，又花了。把人家的投资你都敢花？又花了2万多。因为我这大半年我也没有收入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钱，他起码还有个退休金。等等，我得问一下任律师，就朋友集资让他开店的这个钱，入股的钱，他擅自花了，你没跟朋友们说吧？这钱你花了？没有。那这行为是不是也有问题吧？这个钱你如果用在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中啊，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。这里面有一个风险，杨先生，我得提醒一下你，你当时投资的时候是有一个项目的，但如果你最终一直没有这个项目，相当于你虚构了事实。然后如果说你以后跑路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长时间联系不到你的话，如果报警的话，你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。刑事犯罪是要坐牢的。所以我建议你的钱，你还是尽快的主动和人家沟通，能还赶快还，哪怕还一部分，或者说你还不了，你列一个还款计划。你骗你老婆和你骗你朋友和骗众筹人性质不一样。所以这没有了信任的婚姻该何去何从呢？女士，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就是想让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些事儿，还要不要跟他走下去？我确实舍不得这20多年的感情，我非常依赖他，他以前也曾经对我非常好，但是呢，现在他变成这样了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人？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依赖他。哎，你们这对夫妻啊，虽然你们矛盾重重哈，但是你们还是真的一起好好过日子的，和他们确实不一样。您二位对他俩的婚姻有什么建议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不过了。那丈夫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觉得何去何从？我从我的角度考虑，我感觉两口子到一块儿都挺不容易的。你要说是，因为有些事情吧，可能也是一时糊涂。我觉得双方彼此给一个机会吧，我感觉是这样。哦，你还是希望妻子能够原谅他，把债还上，然后继续过。劝和不劝分嘛。其实这就说明您的丈夫他内心2个字：善良。真的是啊，这个咱们看看别人的故事，品品自己的家庭，再去做出最后的调整和认知，我觉得好事儿啊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还是很想跟这个杨先生继续走下去的，但是现实情况现在是真的不允许，怎么办？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现在先把离婚证给领了，但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就不复婚了？要看什么？看他的表现。他的表现不是在嘴上的，而是要在行动当中的。第一，他先把钱还了；第二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；第三，有一定的存款了，且他把这个存款交给你了，以后财政大权都交到你手上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可以再决定自己复不复这个婚，好吗？啊，这是我的建议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杨先生，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一个人，你特别喜欢给自己找理由。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的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。我认为你不是一事无成的，起码在刚才的陈述当中，我听到了你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点，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太好了吧。你空口白牙就可以借到那么多的钱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保证的情况下，反正我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你不是人际关系好，那你就是口才好，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从事这种跟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工作，比如说干销售去吧。对，2把手之类的，不要你自己去投钱，你去帮别人就是经营他的钱，对，或者是口才相关的，我觉得都可以。但是找机会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投简历啊。我最后想再帮这个韩女士咨询那个李律师一个问题，就如果现在杨先生他写一份保证，就是说他欠下的钱只跟他自己有关系，跟这个韩女士没关系的话，是成立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协议对你们内部来讲是有效的，但对外部是无效的。哦，人家投资人还会把你们列为共同被告。哦，你们俩共同对外承担责任之后，然后你们对内该怎么分怎么分。所以人家债务人还是找夫妻双方共同对，人家抓你们2个人的，不是抓一个的。你这个约定规避不了的。我觉得认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和解。我认了，我过往就是这样，
我被骗就被骗了，我被爱就被爱了，我不被爱，今天站在这儿，这也就是我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对自己好不负责任啊，对家里的财务情况一概不知，对家里的投资债务情况一概不知，对身边这个男人在干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他出门去做什么一概不知。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会花言巧语，会骗人吗？我觉得不是啊，是你太懒惰了，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，太容易把心全部掏出来给一个人而不做考量，所以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你自己人生的课题。我特别希望，不管你今天走出我们爱情保卫战，你是决定跟他离婚，还是你依然懦弱的选择苟且着过，那你也要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学会负责。唉，所以我真正担心的是你，他我真不担心，是吧？但既然你来了我们爱情保卫战，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丝想要纯善的心，那咱们赶紧调整轨道。刚才我们几个老师都说了，把钱先全部还掉，你的项目什么时候落地了，可执行了，你再去众筹，然后收心。你要不舍得这个女人离开你，用你的真心去爱她。什么是真心？你告诉我了，现在你们家这种情况，什么算是对老婆爱的真心的表现？我就是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我交出来以后，我再不管钱了。还有呢？然后回家，这个车不管卖多少钱，你把车卖了，把那个姐姐的钱给人还上。行，你卖了车干嘛呢？然后我找一个工作。你就去开网约车不就挺好吗？车现在便宜成这样，你卖个3万，干嘛呀？你拿着这车当年10万买的，你还能跑个什么网约车，一个月挣个几千块钱，慢慢还。你是觉得没面子是吗？多少有点。你还要面子呢？面子是靠自己挣的，光说就有面子了。你要想真的挽回妻子，拿出你的行动去爱她，也许还有那么点希望。谁让她傻呢？谁让她天真呢？大哥，给你说几句掏窝心的话，别介意啊。大哥这个爱面子，虚荣心强，心口不一，对吧？本质上是什么？本质上是缺乏自信。由于你缺乏自信，所以你才向别人去炫耀你所谓的财富和高贵。这边是在朋友面前的面子，这边是老婆对你的真爱，两者之间你要做取舍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婚姻中最重要的什么？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就2个字：信任。一旦失去，很难恢复。包括我们再扩大一点，不仅是婚姻啊，包括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要讲究诚信的、信任的呀。而且你这个婚姻，说实话，是2个人之间牵手的承诺，你需要双方共同的呵护和经营的。你什么事情，你不能因为房产写你的名字就剥夺人家知情权呀。所以大哥，我觉得给你的建议是，脚踏实地，真正的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要让这个女方啊要看到、感受到、摸到、体验到。对女士的建议是这样，其实你很简单，我觉得向她学习，加强管理，加强监督。另外，我再问一下，你的退休金有多少？2000多。2000，我都担心将来人家那个投资人起诉你们的话，房子被执行，养老金有一部分还要被执行。到那一步，你们俩都更惨，及时止损吧。这个我觉得任律师来特别好，就是我们婚姻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是我们情感或者精神上的需求，但是是要在法律的保护、法律的约束下去才能享受感情、享受家庭生活。如果我们法律上都没有的保障，还何谈家庭，何谈幸福？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请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。你看，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家，本来日子可以过得红红火火，为什么过成这样？你心里明白。我们经常说，好男人有钱能变得更好，坏男人有钱会变得更差。您是不是变得更差了？对他的行为你信任，一而再再而三，所以他胆敢把家里自己任何的决定根本把你当空气。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，当年做了以后家里已经亏了，3套房已经卖掉了2套，
你为什么不加强对他的监管呢？所以在这一点上，妻子确实是有责任。但是做丈夫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良心还是要有的。这个妻子她的要求不高，她要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安全感。所以我不建议你们离婚。离婚真的他会破罐破摔，您再收留他一段时间，但收留是有条件的，你今天听清楚了。我认为第一个条件，首先家里的财政大权收缴，第二个条件，唯一剩下的那套房子不能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了，是2个人的名字。对，这个好，是必须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第3点，欠的20万的朋友众筹投资款下了节目，哪怕是砸锅卖铁先还了，这是必须的，否则他真的没法做人的，还有什么面子呢？这几点都很重要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自己真的去做一份工，问心无愧，心地无私天地宽。我靠自己扎扎实实的打工赚钱，妻子不会嫌弃你，社会依然会尊重你。最后一个建议，以后他的生活费向这位妻子学习，100块钱够了。哎，你们2个家庭应该反一下，你把财政大权多给你老公分一些，他靠得住，他靠谱，对，是不是？你就全部，你100块都不给他，考察期100块都不给，100不给要变坏，给100也行，是吧？你们换一个个儿，可能家庭结构都会好一点，行吧？我们老师也给你们做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和讲解哈，你们来思考一下，回到我们的正门后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。来，请回。